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超级评测家，我是大人。今天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进行一个双车对比，但这两台车价格差距非常大，接近了10万块钱。我先介绍一下今天两位主角，一台是我右手边的这台第3代哈弗 H6。哈弗 H6 这个车型一直是紧凑级 SUV 销量榜上的霸主。另外一台，这个就是进入中国合资品牌16年的东风本田 CR-V。如果说第2代以前的 H6， 它和合资品牌还有很大的差距，但是第3代出了以后，我们发现这个差距在逐渐的缩小到什么程度？那这10万块钱，我们究竟买的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。待会儿在我们节目的进程当中，会不定的跳出一个彩蛋问题，大家根据上面的问题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。如果呢，我们觉得这个答案非常不错，我们会送出我们的礼品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会送出5个礼品，希望你可以耐心把节目看完，不要关掉。首先从前脸来看，那这个呢是本田家族式前脸，一个飞翼式的造型 ，LED 的大灯，并且带自动的远近光切换，带自动的开闭功能。下面有 LED 的雾灯，前面呢有一个摄像头，这是360度全景影像用的摄像头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可以闭合的这种进气格栅。整个车头呢是这种俯冲的这种姿态，在这块特别低，所以坐在里面基本上看不见前机器盖。非常漂亮的是这一块前轮拱的位置，远处看上去充满了肌肉感，而且增加了视觉的宽度啊。它的轮毂尺寸不仅升级了，而且是这种亚光的轮毂，看上去很有质感。宽度235，扁平比55，轮毂尺寸19寸。2019款和2021款还有什么升级的部分？就是它整个车长变长了，这有一条腰线，看上去很硬朗，然后下面呢，你看有这种金属镀铬的装饰，它的尾部造型跟之前上一代相比呢，显得更加的简洁。中间这个镀铬的饰条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尾灯多了一分变化，在晚上点亮的时候，它的辨识度很高。所以整个车尾，我觉得是这台车最漂亮的一个地方。它呢，在设计、安全、科技、燃油经济性和3大件方面呢，都有了一个全面的提升。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标，现在改为黑底的车标，高级感油然而生。而且这个整个这叫参数化中网，它是一个无边界的设计。你看，慢慢的向这边延伸，充满了未来感和科技感。然后旁边 LED 的大灯支持自动开闭，并且远近光都是 LED， 还带自动切换。整个车头部分，它跟 CR-V 比起来，这块会高了很多，所以多了 SUV 应该有的霸气。相对于车头，融入了东方美学和科技感、未来感的设计，侧面显得运动范儿十足。它有很多这种黑色的亮黑的这种元素。这个轮毂尺寸也是19英寸的，宽度225，它的扁平比也是55，轮胎尺寸是19英寸，所以这么大的扁平比让它走烂路完全没有问题。车尾部分，我觉得第3代哈弗 H6 设计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呢，它用了一个贯穿式的 LED 的尾灯，看上去呢晚上辨识度很高，而且点亮了以后非常的漂亮。车名在中间和这2条贯穿式的装饰融为一体，然后上面这个灯非常的别致，旁边是一个小的这个尾翼的感觉。整体内饰的风格呢，都是本田的这种家族式的设计。多了什么？多了一个 HUD 抬头显示，只不过呢，它不是投射在这个挡风玻璃上，是投射在这块板上，上面也是彩色的显示。前方有一个7英寸的液晶仪表盘，真皮方向盘握感非常好。然后中间这块有一个7英寸的中控屏，这个车机呢是一个智能车机，它支持 Honda Connect。下面呢，座椅加热，这台车是一个 1.5T 的4驱顶配，所以它4个座椅都可以进行加热。我看一下这车的头部空间，差不多4指。这个车门特别厉害，它能开启接近90度，所以你要老人孩子上下车会非常方便。我们把车门关上，后排有一个隐私玻璃，腿部空间有2拳，头部空间的话，我坐在这儿，这儿有一个往里内凹的设计，所以呢这块也有4指的空间，后排空间也是比较充裕的。中间这个扶手啊，首先这儿有一个头枕，然后扶手这块有一个控制台，它可以调节天窗的遮阳帘，
也可以操作我们的音响，后面2个杯架，然后这块都有皮质的包裹，所以看上去档次感也不错。地台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凸起，但是呢，我的脚基本上吧斜着一点能放下，那就不能直着往这放了。整体内饰的风格看上去更加的豪华，充满了科技感。所有我能碰到的地方，这大面积全都是搪塑，全是软质的，做工用料非常的扎实。这个是一个虚拟悬浮仪表，充满了未来感和科技感。整个的显示的信息全部一目了然，你驾驶的时候基本上这块屏幕全都够了。如果你要觉得不够怎么办？上面还有一个10英寸的 HUD。这个跟本田相比，它又显得高端了不少，因为它的 HUD 是直接投射到风挡玻璃上的，并且呢，它可以带交通标志的识别，全彩的显示的分辨率也很高。然后中间是一块12.3英寸的悬浮的屏幕，这块屏幕它做了一个防眩目的处理，所以你在驾驶的时候看这个屏幕，你也不会觉得有反光、有眩晕的感觉。而且你看这个触摸屏反应非常的快，这台车它的智能车机真的好用，可以让你解放双手。如果你要觉得这个用着还不方便，你可以连接你的手机，这还支持苹果的 CarPlay。第3代哈弗 H6 是基于柠檬平台打造的首款战略级车型，所以这台车它支持智能网联、智能驾驶、车辆驾驶系统40余项、上千项功能的在线升级，也支持一个 L2+ 级别的驾驶辅助。通过车周围的摄像头和雷达，能够随时监控你的状态，保障你的安全。下面给大家测试一下车内的空间。这有1拳多的空间啊，这个比 CR-V 还要更充裕一些。这台车的后排呢，中间有出风口，下面2个 USB 的充电口，中间也有一个扶手，后面有3个头枕。那座椅的感觉，这块坐垫有一个加长的这么一个设计。后排中间的这个地台，我觉得这值得表扬，也有一个小小凸起，2台车旗鼓相当，但是我的脚可以伸到这儿来，而且前后还有空间。那头部空间有1拳多，腿部空间2拳，这跟 CR-V 是相似。现在呢，我分别开这2台车做一下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，然后100公里每小时到0的制动，还有麋鹿测试。我加速制动做5遍，麋鹿测试做3遍。我们看看这2台车有什么样的表现。现在我开本田 CR-V 准备开始运动模式CVT 变速箱起的时候就非常的柔和，没有冲的那一下。这发动机动力还是可以的地球梦的机器。所以这个变速箱根本没法弹射起步，所以就会起步那一下慢了，但后劲儿还是不错。看这样是全4驱起步的时候，然后走起来以后就是前驱为主。第3代哈弗 H6， 我们看看这台车它的感受有什么样的不同。走，双离合特别的直接，换挡也非常快。加速整体的反应速度非常快。麋鹿测试主要考验它底盘和电子稳定控制系统。那看看这台车，它在这种极端的变线的情况下，能不能保持车身的稳定？准备，走。
好，70。OK， 没问题。下面这个环节叫做寻迹倒车。我们看看我开这台 CR-V， 借助倒车影像，借助我的后视镜，我倒出来比较快，还是第三代哈弗 H6 它自动倒出来比较快啊？那这个呢，其实快慢无所谓，主要是在于精准。我现在准备开始。这个车倒车影像它没有那么清晰，所以呢我还要借助后视镜，这个就比较麻烦。好，就这样。这是在非豪华品牌首次应用，这个就是模拟我们在城市里面遇到的这些特别窄的路，它能记录50米，然后我们停在这个位置，360度全景影像，停好了，摁这个键，切换到2档，然后开始，什么都不用管。对于新手来说就会非常的友好。你看过这几个弯没有问题，那后边基本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。100%还原，这就是我刚才那位置，非常的方便。首先说本田 CR-V 加速最好成绩是9秒，第三代哈弗 H6 加速最好的成绩是7秒9。这个成绩来说呢，这是一个发动机排量不一样，它们的动力匹配基本上在他们这个领域，他们这个级别都是一个不错的水平。那下面呢说一下制动，制动非常有意思，两台车的轮胎它的成本差了很多，几乎是差了1倍的价钱，但是呢刹车距离两台车最好成绩也就差1米左右，这一点可以说明第三代哈弗 H6 它的制动性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平。在做麋鹿测试的时候，3个速度区间之下，这两台车都表现出了不错的水平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，速度越高，第三代哈弗 H6 车身显得更加的稳健，车身的姿态呢也比本田 CR-V 看起来会更加的从容一些，所以在这个成绩里面，两台车各有千秋，都发挥了不错的水平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车的驾驶感受。首先呢，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车的动力总成。它的发动机是一个 1.5T 的发动机，它最大输出的马力是193匹，最大的扭矩是243牛米。与之匹配的呢是一个本田看家的 CVT 变速箱，动力传输也是这种源源不断的这种感觉。但是你如果要想激烈驾驶，你看我把油门一脚踩到底，它要反应一下转速才上来，但转速上来的时候它也没有那种突然的爆发力。这个车的底盘它是比较厚重的感觉前麦弗逊后多连杆，那其实跟第三代哈弗 H6 悬挂结构是一样的。日系车一般开起来是什么感觉？就是这种打太极的感觉，它以柔克刚的那种。你说它软吧，但是它在拐弯的时候，你看我来一个快速的拐弯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觉得它压缩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它又能撑得住但是你要说它硬吧，你开起来又是这种忽悠忽悠的感觉，所以它这种感觉非常的奇特。并且呢，这台车带可变的转向比，刚才我们在麋鹿测试的时候已经感受过了。其实在激烈驾驶的时候，这台车表现还是不错的整体的感觉呀，包括它的平衡重心等等的都是不错的。但是在城市里面开呢，就这种比较轻松的比较软绵绵的感觉，
这个车配备了 Honda Sensing 的这个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 ACC LKAS， 也就是它的自适应巡航，还有呢车道保持、车道偏离预警等等的功能，它全部都有啊！而且呢，它还是比较好用的。但是有一点，如果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，如果你对着太阳开，在这种路况之下，它有时候会分辨。这车开起来跟那台本田 CR-V 它明显的区别就是它动力反应更加的直接啊。那这个呢有2点，一个是双离合器变速箱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整个动力总成。这台车的发动机是一个 2.0T 的发动机， 2.0 GDIT 发动机，这个也是中国新2020年获得了10佳发动机的称号，这个也是基于风潮的概念来打造的，最大可以输出211匹马力，325牛米。那它跟上一代相比，重量整个降低了10%呢。它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它有电子水泵，它的排气气管集成在了缸盖上。这台发动机为了降低油耗，动力更强，燃烧更充分，它采用的是米勒循环。这个米勒循环就在里面加了几个连杆，让它更加复杂了，所以它能根据你特定的工况来选择你如何去燃烧。它的发动机热效率达到了38%，油耗最低可达到7.3升每100公里。这台车采用的是一个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，它做了一个阀体的升级，让这个油腔更大，所以它跟上一代的变速箱相比，它的换挡速度降低了100毫秒，它的油门反应也比上一代提高了200毫秒。所以这台车你开起来，油门一踩，你看马上就有动力，而且是非常充沛的动力。现在说一下这个底盘，跟本田 CR-V 是一样的，它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结构。你看在我高速过弯的时候，它整体的侧倾控制非常到位。你看这个得益于什么呀？就是这一代车跟上一代相比，它整个的质心降低了20毫米。然后你要在高速并线，刚才我们做麋鹿测试的时候，大家就看到了它整体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它的4驱系统采用的是汉德5代的4驱系统，这个呢是来自于瑞典的品牌，这套系统反应速度非常快。那另一方面也说这套系统有口皆碑，它的可靠性也非常好。这台车呢，它支持全速域的 ACC 自适应巡航，车道偏离预警、并线辅助，它还有一个 TSR 交通标志识别，可以随时投射到你前面的这个全彩 HUD 上面。它的 AEB 自动紧急制动，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专项测试，基本上在正常的城市路况之下，有人有车它都能够识别，而且能主动的制动。通过今天节目的全面对比，我相信啊，很多的网友对这2台车到底什么样子都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我相信啊，看这期视频的更多的是对第3代哈弗 H6 感兴趣的这些客户，他们会想，我这台车究竟跟合资品牌差了那么多钱，差到了哪儿？这台车究竟能不能买？可靠不可靠？实用不实用？好用不好用？今天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测试。其实这2台车我们发现他们在用力的方向是截然不同的。传统的日系车企，它在细节方面，在发动机啊、变速箱匹配等等这些方面，那一如既往的做得非常的优秀。那第3代哈弗 H6 呢，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用车习惯，它在智能车机、空间等等的这方面，人机交互都做得非常的不错。我建议，如果要是年轻人的话，你现在预算可能有点紧张，你又希望得到一台用车成本比较低，但是产品力又非常不错的车，我推荐你买第3代哈弗 H6。它毕竟上市已经10年，所以它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口碑，积累了很多的经验。以上这些呢，就是我今天对比完2台车以后想跟大家说的。欢迎大家收看超级评测家，我是大人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